所以他们商量的如何了？你跟你儿子？你跟你们儿子商量的如何了？哦，商量好了。商量好了，可以是吧？可以是呗？哦，可以啊。行吧，就有事了我喊他下来。反正邻居的，反正就话有他们在一行，我把他喊到那儿也行。不，这个你们个商量。哦。转小雨的这个地包墙垮的。那这看现在垮，把它垮了多少啊？这垮也是另外回事，哪个清楚？这个是听家照顾的。昨晚下暴雨，说我家的这个院子好像垮了一点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下的。偶尔垮了一点儿。这个是打成水的地啊，它可能也不得走。我那个这样粘噻。哦哟。这儿垮一些。这个皮很不大。没垮点皮哈。大家看，这里垮塌下去这么多。我怕是下头。这指头，它这垮起，到时候，在边界找得到不啦？这边界那个找不到了，就是去看看了嘛。这只能说到这根柱子打个板哈，这个去的难得去的，只能种个钩。那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今天放牛叔叔他一大早就上来跟我说，他儿子们同意卖房子，然后我跟他到他们院子里去，我发现他们的那个院子塌方了，所以说我在想，我们还是要让叉叉慎重考虑这个问题，要是买过来以后再下一场暴雨，那房子塌了咋办？对，昨天晚上下的雨挺大的，我们去看一下放牛叔叔在没在家。他这会儿应该在家的，我让他，他说就是6万块钱，然后后面必须得加一点那个零头，就是比较好的寓意嘛。我觉得6万08块可以。对，他说多少无所谓，他们不喜欢整数。昨天下雨，很多地方都塌方了，就是下面放牛，爷爷来了塌房子。落了一晚上的雨，他说一晚上没有睡觉，那个床全都打湿了。昨天晚上睡的水床。对，他这会儿已经下去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就是院子前面，其实它塌方的不多，但是感觉也挺吓人的。这个房子如果说要让它好用不塌方的话，但是他们还是要浇做水的地面，到时候可以像盖板一样，给它用钢筋水泥给它挑出去，然后把垮的地方这样给它支撑一下，看见没有？就这里，昨天都没有塌，今天可能今天早上塌的吧。我感觉要不就是晚上塌的。叉叉来了之后要告诉我叉叉一下。对，看见没有？这里塌出去还是挺多的。哇！如果说这个要把它院子硬化的话，像这样打一根横梁过来，给它挑出去，下面悬空，或者在下面弄一根立柱起来啊。对，这个成本又增加了。本来想的是6万块钱买过来以后就可以简单装修入住的，现在又增加成本了。这个薄坎要是用石头来砌的话，不需要很大的成本。如果说要想方便一些，就直接打地柱盖板就可以了。来福跑了，所以说小新一直说把它放了，放了就要跑。因为我觉得这样一直扇起来它不自由，然后我们是这样拉着它来的，所以它知道这是来时的路。就算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会要你的，都给你送好多人了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不要再跑了。走，还是给他拉着走吧，不能乱跑，知道吧？
你欺负小狗子啊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去和平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叉叉他们这里比河狸兄弟他们那里条件好一些。你看，这个临时上厕所的地方还是有的，到时候他们可以在这里挖一个化粪池，像这样就要卫生一些。这个桌菌可以给它改成一个淋浴巾嘛。对，这里的地势还是很宽的，一直往这外面。这个位置到时候他们车可以停在下面，然后这条路给它硬化一下，走上来。旁边的竹林现在也是他们的了，以后我们有镯子砍了，就它这2根镯子不够砍，还是留给它做风景用吧。就相当于它这一片竹林也是送给叉叉的。对，这竹林也是包含在内的。像这些的话，它要挖走，因为这个是黄金，很贵的。听说它这些黄金挖来卖的话，可以卖4、5千块钱。还有这些桂花，这些桂花是送给叉叉们的。这个桂花开花的时候特别的漂亮，而且花期的话也挺长的。大家还记得以前这个位置吗？这个位置就是一片竹林，这里还有一棵那个泡桐树，然后拉挖机顶的时候，哇，天女散花那种感觉就来了。其实这个房子叉叉买过来还是挺划算，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。这是叔叔家灌牛的地方，这里以前是他们的厨房，现在被他用来灌牛了。这一半边啊是这位叔叔他兄弟的，当初是以4800块钱卖给他的，那个时候4800块钱特别的值钱，可以在城里买200个平方的地。4800块钱，如果说折算到现在的话，就是40多万。按照以前的那个买地的价值来算的话，因为现在在城里买一块空地的话，可以修房子那种，至少要花40、50万。像这些柴火就是放牛叔叔他每天上山弄来的，所以说这些他要搬走，这些柴他要拿去卖钱，或者以后拿来办酒席用的。这些他一开始就说了，这些柴火都要搬走。这个房子其实以前他们的房子做工还是可以的，你看这些赏等都是这种精雕细琢的，做工很精湛。他们这些柱头基本上都没有被虫咬过。这个房子只需要把它矫正一下，把这些墙壁给它推倒，重新砌墙就可以了。其实他们这个院子和我们那个院子的宽度可能，跟我们最宽的地方差不多啊。像这些它都是要搬走的。叉叉他们到时候要烧柴火的话，可以去我们那下面弄，因为我们上次花钱买的那个烂房子有很多柴。这个位置以前是一棵李子树，现在还保留了一半。这一半的话，每年也是会结很多李子，还有一棵梨树。这里旁边呢就是一块小的菜园，到时候他们是可以种菜的。这个位置到时候他们可以修路过来，小车都可以开进来的。现在叉叉他们来了，他可以和河狸兄弟他2家合伙把这条路给它硬化下来。2家硬化的话，这个成本又降低了。到时候他们可以打2根立柱，做一个院墙，大门一关就是独门独户，其他人就进不去了。对，这个房子它是很好的，没有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牵扯，就算修路走路都没有人敢阻拦，因为这条路修下来全都是占的这位放牛叔叔家的地，所以说他们买这里就不用担心吵架扯皮的事情。所以说叉叉他们买这个房子其实是最明智的选择，无论是这个条件还是独门独户都是相当好的。而且呢，以后运材料也不用担心需要人工的成本，车子直接拉到这里来就可以搬过去了。所以说，买这个房子我感觉是非常值的，以我个人的观点。